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的格瑞琴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不仅也会讲到这个比较大的特效键，然后也会将它和之前的女性素体进行一个对比。因为这是我拿到的第一款新的海之宝的女性素体，所以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素体上的介绍。然后对于头雕啊以及各种配件的透度啊，也会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对比以及介绍。OK， 那么废话不多说，还是老样子，从和会开始说起吧。OK， 那么东西呢我已经全部拿出来了，我们就是从盒子本身来进行一个讲解吧。那首先我有一对握拳手没有拿出来，大家也不要太在意。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凤凰的一个漫画的标志，来看到侧面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格雷琴的漫画里的一个形象。然后这也是我想吐槽的一点，待会儿会吐槽他这个脸和漫画有什么关系吗？大家对比一下。OK， 然后来看到背面，然后这次背面倒也是没有像其他盒子一样，在这边做一个和刚刚侧面一样的漫画的造型，反而是玩具本体的一个造型做在这里。然后这里是一个关于凤凰的一些介绍，然后这里是一个凤凰的名字的刻画，然后侧面一个火的形状，然后顶面值得一提，也是一个凤凰的一个标志。然后底面也没什么，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玩具本身吧。OK， 那我们首先呢，就先从这个大的特效键开始说起。那么这个特效键的组装方式呢，和之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一个凤凰的特效键。首先放在这里和人物做一个比较吧。还是非常大的，非常大气的它的高度呢也是达到了反霍克装甲的这样的高度，基本上我感觉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组装呢是一个螺旋式的组装，下面两个塑料的大块，然后将组装在一起。那同时呢，上面那个大的凤凰是一个分体设计，它上面没有任何的槽位，纯是因为这些火焰的特效键将它卡在里面，才能这么稳当，它还是非常稳当的这种方式竟然能把它卡得这么稳当，也是非常不错。当然，如果想要把它放进去的话，也是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用功就要把这些火焰呢全部给掰开来，才能把它塞进去。然后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把它组装成这样一个情况，就不太会把它再拆开了，因为它这里的一个角装形式是可以直接插进去，不需要再把它拆解开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东西的一个细节吧。可以看到这些羽毛的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这种材质，它就没有必要做哑光的材质，它其实有点渐变，里面哑光，外面是透，然后外面的反光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凤凰，我感觉本身在漫画里的造型就是比较闪耀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看到光打在上面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反馈。然后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凤凰的头是可以360度转的，你如果不喜欢它正面，然后你平常战士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侧面，然后更有一个霸气的感觉。然后说到这次的透度，我们来拿到之前凤凰的一个特效键。那这个真的就是全哑光的，并没有那么闪亮，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工艺呢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当然这个软胶会更软一点，这个就会硬很多，因为它的体积会大嘛。然后对于这样一个透度，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来给大家从灯打后面看一下，这样一个透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尤其是暖色的灯光打在上面会非常的好看。OK， 那么这个特效键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玩具的本体的本身。那么可以看到这次的头雕一共是给了2个，这个是玩具本体带的一个头雕，也就是刚刚漫画吐槽的这个脸，这么好看的脸做成这样，做的大妈感，被很多人所吐槽的这样一个面孔。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头雕开始说起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确这个头雕我只能说有鼻子有眼，然后每个五官做的都还不错，但是放在一起呢，就是有一种大妈的感觉。然后反正年龄就看起来比较大，感觉像结婚之后生好孩子了之后的这个年龄。然后他的头发呢也是做了个飘逸的感觉，然后是朝一边飘逸，因为是风吹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身上的一些发色，这个金属发色非常不错，一个仿金属的材质，然后上面是有一些金色的闪粉进行一个诠释。而它的手臂和腿上的金色就和这个金色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直接喷涂在
绿色衣服表面的一个金色的涂装，会显得它更深沉，然后金色的话也表现会更好，给大家光看一下，金色的表现会更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关节，这次倒是都是用了无孔关节，这个新素体我还觉得非常不错的。然后这里一些腹肌的刻画，以及之前女性素体几乎都没有的一个腰部的折叠关节，非常不错。然后来看到这个女性的素体的一个塑形还是非常不错的，跟之前的女性素体看对比一下，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素体的升级还是非常不错的。最要紧的就是呢，这个蝴蝶关节在这么小的一个素体上运用蝴蝶关节，其实还是比较难做的吧，在孩之宝身上还是很少看到。在日产那种小玩具 SHF 上面会看到更加多的小的素体上面会有蝴蝶关节。OK， 那还是值得表扬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另外一颗头雕，就是这个神威头雕吧，就发怒了。然后这个头雕我平常是会更喜欢放在这个人偶上面，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包括我相信作者本身应该也是喜欢这个头雕，放上去之后气场完全就不一样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然后他这个脸，我感觉比那个大妈感的脸就好很多了，因为可能没有眼珠了。然后脸上面的涂装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会更苍白一些，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但我觉得他脸更苍白，然后这样一个严肃的表情，更好的诠释了凤凰这样一个强大。同时他的头发呢，就是四散开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能量四散开来的一个状态，和刚刚的一坨就不一样，所以我个人暂时会更喜欢这一款。OK， 那么玩具的这些东西的一个细节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玩具的一个可动吧。那么首先是头部，那由于这两个头雕的头发都比较长，所以它的头发是会干涉到它这样一个可动的，前后其实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左右摇头就不太可能，因为被头发所限制，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只能往右边，然后360度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没有问题。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它身体的一个可动，首先是手部的一个平举90度，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样一个蝴蝶关节是这样一个幅度。OK， 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腰部，这样一个胸口的一个平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腰部的折叠是可以到这里，往后是到这里。还是非常不错，这样一个关节我感觉这个升级真的是非常的棒，之后的女性素体应该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素体，除非是特别奇怪的体型，不然比较苗条的女性都会用到这样的素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她的腿部，前踢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度数，后踢被她的这个屁股所影响，它其实只能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小腿的折叠，非常不错，可以直接到底。然后脚部接地性也不用多说，一贯的。然后手肘是不是刚刚忘说了，也是非常不错。我这里有点难掰啊，如果它能掰完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到手肘碰手肘这样的地步，也就是折叠的一个地步。然后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怎么将它插入到这样一个特效键里。那首先呢，你可能需要将这个脚这样一下，然后用力往下一插，然后学着刚刚后面的一个动作。它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大家看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和后面一样，你稍微再调整一下姿势，就能做到和后面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平时将它放在这里，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跟前作相比，那不用多说了，肯定是这个更霸气。然后在素体上面和前作相比呢，它的一些喷涂以及分色会更加的有质感，因为这个是纯色，纯红纯黄，所以就没有这么有质感，太漫画了。然后这个是处于漫画和现实中间的一个度，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度把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来看到头雕的话也是非常明显，这个的升级我也不多说了。虽然说这张脸做的并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头雕上的升级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的。包括这样一个头发的颜色的诠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给出购买建议的一个时刻了。那么对于这样一款比较特殊的 Marvel Legends 6寸人偶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套装嘛，因为我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占掉一个人偶的配额了然后这样一个套装来说，现在市场上的定价基本上就是350到400左右之间，然后底价的话350以下330、340可能都有，但是会有一些小瑕疵。我这个就是有个小瑕疵，下面其实本来是有一块这样的板的，然后我这个板好像是被上一个玩家弄得稍微有点变形，
但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底座不需要这个板就可以固定的非常牢固，所以不影响任何把玩体验。当然，如果有一些细节控的朋友可能就接受不了。然后如果是全新的话，现在380可能是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这样一个价位买这样一个人偶呢，我觉得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亏。但是你要想，现在的惊奇女士以及出的一些新的女性素体，基本上也是要200-300块这样一个价格来将它购入，然后你再加一点钱，然后又送你一个这么大的特效件，你可能这样想，会不会觉得它更值一些呢？包括这个角色的人气呢，在漫画当中绝对是不属于低的。那么这样一个价位，我觉得非常可以接受。因为当时我记得它发布会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它会炒到500-600这样一个价位，就和之前限定的那个蚁人黄蜂女一样，炒了很高的价格。但是现在看，它竟然是一点点在走下坡路，然后现在稳定到350、380这样一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也马上过年了，有些小朋友或者是玩家拿到压岁钱或者拿到奖金，奖励自己一个这样的玩偶，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价位 Marvel Legends 价位，我觉得一直都是大部分的玩具都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大家稍微咬咬牙攒钱买一个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人偶，暂时我可能会把它放在 C 位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大家拿到手上可能就会超过我所说的。OK，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的购买建议，然后也希望大家量力而行，买到自己喜欢的玩具。这里是萌玩小邹，你的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